生石花是石竹目，番杏科生石花属全属植物的总称，原产非洲南部及西南地区，常见于岩床缝隙、石砾之中，被誉为有生命的石头。它的形态奇特，花色艳丽，这也使得许多爱好者专门收集栽培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因此生石花怎么养殖成为了很多人头疼的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花花就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小窍门分享给大家。其实养护它很简单，掌握好生石花的生长习性及冷凉季节生长，夏季高温休眠。以这个为前提，再结合我接下来讲的5个要点，相信大家也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园艺师。1. 光照温度。生石花喜欢生长在温暖的环境里面，所以最好将其养殖环境的温度控制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，然后保持通风。而且生石花十分怕高温闷热的环境，一旦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，它就会进入休眠状态。这时就要开始控温，多通风，要不然会引起植株出现病害。在冬季的时候，一定要将生石花养护在1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里面，要忌寒冷和霜冻，否则它很容易就会被冻死。若是冬天的气温低于7摄氏度以下的话，生石花也会进入休眠的状态。因此一定要进行保温养护，若是让环境温度低于4摄氏度，生石花就一定会被冻死。所以在养殖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合适的温度。另外，我们在养护生石花过程中，光照对于它的生长也是十分重要的，提供合适充足的光线，植株颜色就会愈加鲜艳，花纹也会更好看。例如在春秋季节，由于温度不是很高，就要给予它直射光的照射，以利于它进行光合作用积累养分，促进健康生长。但是在夏季的时候，最好遮掉50%的光线，养在半阴的环境下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健康生长，叶色也会更好看。冬季的时候，由于室外温度较低，我们需要将其放在暖和而且光线明亮的室内，从而保证其在不被冻伤的情况下，继续接受充足的光照。2. 合适盆土。生石花宜生长在疏松透气的又带有养分的中性沙质土壤中，可以选择腐殖土2份、珍珠岩或质石3份等，将其充分混合，土壤中颗粒石多些利于透气透水性好。接着把土倒进去，和盆口差不多齐平就行了。由于生石花株高2至3.5厘米，所以栽培时不需要用很大的花盆，在组合搭配种植时可以用大花盆，单株生石花栽培用小花盆即可。3. 适量浇水。生石花的耐旱能力很强，在干旱的环境条件下也能生长，但这并不等于不需要给它浇水，所以我们在养殖中一定要合理的进行浇水。例如在春秋季节是它的生长旺盛期间，可适量进行浇水。注意每次浇水不可过多，否则久而久之，土壤会长出青苔，而且其根系怕水渍，如果花盆内积水，或者给它浇水过分频繁，就容易引起烂根，从而影响生石花球状叶的生长状态。至于夏季和冬季，因为有休眠期，所以一定要控水，保持盆土处在微微湿润的环境中即可，这样让根系充分吸收。特别注意，由于生石花园生长在干旱的非洲南部，在多雨季时不要把盆栽长期淋雨，因为生石花喜干燥不喜潮湿的环境，长久淋雨水易使植株因吸水过多，造成植株顶部破裂，所以夏季养殖生石花最好避雨。这里花花教给大家一个浇水口则：兼干兼湿，干要干透，不干不浇，浇就浇透。4. 适时施肥。别看生石花植株很小，但是它也是需要肥料的养护的。尤其是在生长期的时候，充足的肥料会让生石花的植株生长状况变得更好。最好是每半个月为其施肥一次，施加稀薄的叶肥浇灌在土壤里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肥叶千万不要粘在生石花的球状叶子上面，这样植株根系生长好了，叶形就会饱满有光泽，分裂头数也会增加，开花和结籽就变得很容易。同时，叶面的喷肥常用观叶花卉营养液即可。在新叶绽开老叶时，可直接施用尿素，大株6到8粒，小株3到4粒，从而促使新叶快速生长。但是在喷肥过程中，需要防止新裂口处积水导致株体腐烂的情况。此外，施肥与浇水应同时进行，尽量做到薄肥勤施，
千万不可心急，以免造成肥害。5. 病虫害管理及蜕皮期养护。在生石花养护过程中，主要会发生叶斑病、叶腐病危害，这时可用 65% 戴森锌可施性粉剂600倍液喷洒。它的虫害有蚂蚁和根节线虫危害，可以用换土法减少线虫侵害。而对于蚂蚁，可用套盆隔水养护，使蚂蚁爬不到柔嫩多汁的球状叶上。另外也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在它蜕皮期的养护。一旦生石花开始蜕皮，就要立刻停止浇水，停止施肥。如果植株实在干枯的话，我们也不用担心，它会吸收一批老叶的养分，这样会更有助于加快蜕皮速度。此外，还需要提供充足的光照，这时我们千万不要用手撕扯外皮。最后总结，通过了解以上6点生石花怎么养护的内容后，希望大家可以抓到养护的关键点，比如冷凉季节生长，夏季高温休眠，见干见湿，干要干透，不干不焦，焦就焦透等。掌握好小窍门，结合视频内容培养属于自己的栽培风格才是最好的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